大家好，欢迎回到美股投资日报。今天华尔街的剧本，说实话我看的都有点懵。你有没有想过，一份糟糕的就业数据反而能把标普500直接推上历史新高？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但它就是发生了。我们先快速过一下盘面，标普500涨了 0.83%， 收在了6510点上方，又是一个新纪录。道琼斯涨了 0.77%， 纳斯达克涨幅是 0.93%。最值得注意的是，罗素2000这个小盘股指数大涨了超过1个百分点，说明市场的风险偏好明显上来了。板块方面也是冰火两重天，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大涨了将近2个点，领跑全场。但公用事业这种防御性的板块就比较惨了，是唯一下跌的。所以你看，整个市场的逻辑现在非常简单粗暴，所有的资金好像都在赌同一件事情，就是美联储很快就要降息了。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真正想聊的话题，就是华尔街现在这种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狂热情绪。我看到这个盘面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市场是不是有点太急了？一份疲软的就业数据，在以前看来那绝对是经济要衰退的信号，大家都要跑路的。但现在呢，完全反过来了，数据越差，市场越涨。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整个市场最大的矛盾已经不是经济衰退了，而是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华尔街最怕的是通胀下不来，逼得美联储只能把利率维持在高位，把流动性彻底锁死。所以任何经济降温的迹象，比如就业市场没那么火爆了，在交易员眼里都被解读成一件事，那就是美联纽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可以名正言顺的在9月份降息了。这就是所谓的软着陆剧本，经济温和放缓，通胀得到控制，然后美联储开始放水。但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风险，就是市场可能有点过于乐观了？万一经济放缓得太快，企业盈利跟不上了怎么办？或者说，万一通胀还是很顽固呢？这个完全建立在降息预期上的狂欢又能持续多久？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看个股之前脑子里需要有的一根弦。好了，在这种宏观大背景下，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公司层面都发生了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先从华尔街内部说起吧，高盛和普信集团这2个资产管理界的庞然大物突然宣布要联姻了。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小动作。根据公告，高盛计划买入最多10亿美元的普信集团股票，持股比例可能会达到 3.5%。你可能会问，这2家巨头，一个是以投行和私募业务闻名，一个是公募基金的老牌劲旅，他们凑在一起到底想干嘛？其实背后的算盘打得很精。现在的有钱人或者机构客户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满足于只投股票和债券这种公开市场了，还想进入到私募股权、私人信贷这些更核心的圈子。高盛的强项就在于后者，而普信在公开市场的投研能力是顶级的，所以这次合作本质上是一次资源互换。未来他们可以联手为客户打造一个横跨1、2级市场的全天候投资方案。市场对这次合作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反应，消息一出来，普信的股价当天就飙升了将近 6%， 连高盛自己的股价也涨了超过2个点。这清楚地表明，投资者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强强联合，未来资管行业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巨头之间也需要抱团取暖了。看完了金融圈的合纵连横，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科技巨头亚马逊。这个我们一直以为它只在地面上搞电商和云计算的公司，现在正式把战火烧到天上去了。它旗下的卫星互联网项目，也就是科伊博计划，宣布拿下了第1个航空公司客户捷蓝航空。虽然这项机上 WiFi 服务要到2027年才能正式推出，但这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公告。这事儿有意思在哪儿呢？因为它意味着马斯克的星链在空中互联网这个价值1000亿的赛道上，终于迎来了第1个真正的重量级的对手。过去几年，星链在这个领域几乎是一家独大，而现在贝索斯带着亚马逊的资本和技术实力杀了进来。以后我们坐飞机用谁家的网络，背后可能就是这2位世界顶级富豪的直接商业对决。这个消息出来后，市场的反应也特别值得玩味。亚马逊的股价大涨了超过 4%， 说明投资者非常看好它开辟这个全新的增长点。但奇怪的是，作为合作方的捷蓝航空股价反而大跌了超过 6%。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我个人的猜测是，市场可能在担心捷蓝航空为了成为首家客户拿到这个有标志性意义的订单，是不是在合同条款上做出了太多的让步，或者说
整合这套全新系统的前期投入和技术风险，在短期内可能会对它的盈利能力造成拖累。所以你看，一个看似双赢的合作背后，资本的算盘打得可是非常精明。说完了亚马逊，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家科技巨头谷歌。它最近可以说是躲过了一颗大雷，让整个市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知道，美国司法部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已经搞了好几年了，其中最核心也是最要命的一个点，就是谷歌和苹果之间那个天价的默认搜索引擎协议。很多人都悲观地预测，这个协议很可能会被法官裁定为垄断，并被强制终止。但就在前几天传来了一个让华尔街大感意外的消息，法官初步裁定允许谷歌保留这项关键的合作。你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协议有多重要，我这么说吧，它确保了在所有的苹果手机、电脑上默认的搜索引擎都是谷歌，这每年为谷歌带去的收入是以100亿美金来计算的，是它移动搜索业务的绝对命脉。一旦这个协议被废除，对谷歌的流量和广告收入来说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市场听到这个利好消息时有多么兴奋。谷歌的股价应声暴涨，一天之内拉升了超过8.5%，市值瞬间增加了上千亿美金。这充分说明之前一直压在投资者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暂时落地了。不过我觉得也要理性看待，这毕竟只是一个初步裁定，并不代表谷歌的反垄断风险就完全解除了。但至少在短期内，华尔街不用再担心它最赚钱的业务被釜底抽薪了。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狂欢，市场的绝对龙头 AI 芯片的王者英伟达最近就出现了一些让技术派交易员感到担忧的信号。具体来说，就是英伟达的股价在前几天的交易日里正式跌破了它非常关键的50日移动平均线。你可能会问，这根线有那么重要吗？在技术分析里，它确实很重要。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过去2个多月里所有追高买入英伟达的投资者的平均持仓成本。当股价跌破这条线的时候，就意味着大部分短期投资者已经开始亏钱了。这在交易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转折点，很容易触发一部分人的止损抛售，从而给股价带来进一步的下行压力。有分析师就明确指出，英伟达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疯狂上涨后，上涨的动能可能正在减弱。接下来需要密切关注2个关键的支撑位，一个是160美元整数关口，另一个是前期的一个低点145美元附近。如果股价在这些位置也稳不住，那可能就真的意味着它需要进入一个时间更长、幅度更深的调整期了。当然，我不是说 AI 的故事就此结束了，这个长期趋势肯定还在。但作为整个市场的情绪风向标，当最强的龙头股开始显露疲态时，我们至少应该多一份警惕，这对整个半导体板块甚至整个科技股的短期走势可能都不是一个好消息。看完了科技股，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更贴近普通人生活的零售行业，这个板块的故事可能更加分裂，更加有意思。就在同一个交易日里，我们看到了2家知名的服装公司上演了一出真实的冰与火之歌。先说火的这一边，年轻服饰品牌美国鹰，也就是 AEO， 财报发布后，股价1天之内暴涨了38%，你没听错，是38%。这个涨幅在零售股里是相当惊人的。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也着实吃了一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公司给出的解释是，季度业绩和利润都远超华尔街的预期，并且信心满满地提高了全年的业绩指引。他们把这次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一次非常大胆甚至有点出圈的营销活动，成功吸引了 Z 世代年轻人的目光，叠加返校季的销售异常火爆，直接引爆了业绩。但另一边，冰的故事主角就是高端瑜伽服饰品牌露露乐檬，它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股价在同一天下跌了将近4%，原因也非常明确，公司在财报里下调了全年的业绩展望，并且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关税。管理层表示，关税压力不仅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他们的生产成本也开始抑制部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所以你看，同样是卖衣服的，为什么一天之内命运却如此天差地别？我觉得这背后反映出的消费趋势特别值得我们思考。这可能说明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消费降级和品牌个性化的
的趋势正在同时发生。一方面，消费者变得更加精打细算，追求性价比，像美国鹰这样能玩出新花样的品牌就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像露露、乐檬这种高单价的非必需消费品，在大家对未来收入预期不那么乐观的时候，确实会率先感受到寒意。最后我们来看一条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但我觉得非常有警示意义的新闻。它来自一个平时波动很小，甚至有点沉闷的板块——公用事业。印第安纳州的一家大型电力和天然气公司叫做 NiSource， 它的股价在昨天突然大跌了将近 5%。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一个公用事业股业务稳定，现金流好，怎么会突然跌这么多？问题恰恰出在了稳定这2个字上。原来这家公司有一个非常被华尔街看好的增长计划，准备把旗下的一部分业务分拆出来，成立一个新公司，专门为那些耗电巨大的数据中心提供电力服务。你看，这不就一下从一个传统的公用事业公司蹭上了 AI 和数据中心这个最火热的赛道了吗？所以之前市场的预期打得非常满，但坏消息是，负责审批这个分拆计划的2名关键监管官员突然宣布辞职了。这一下，整个计划的未来就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到底能不能按时获批，甚至还能不能获批，都成了一个未知数。资本市场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所以一看到这个消息，恐慌的资金就立刻选择了抛售。这个案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它告诉我们，即使是投资像公用事业这样看似最安全、最稳定的行业，也绝对不能忽视监管和政策风险。有时候一个不起眼的人事变动，就可能让你以为的稳稳的幸福，变成一只突如其来的黑天鹅。好了，今天的美股投资日报就播报到这里。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我们每天都在为您筛选美股世界最值得关注、离财富最近的核心资讯，希望通过这些精选内容的梳理，能够帮助您在美股投资的路上做出更加理性和明智的决策。让我们一起在美股世界里保持理性，稳步前行，慢慢变富。愿每一位朋友的投资账户都能稳步增长。我们明天再见。